我爹意外被异次元雕刻师夺舍后，画道彻底荒废了。他给我雕了双翅膀让我飞，结果我窜天成了人形烟花。他给娘雕了个青春永驻女神，娘一夜变回3岁女娃。今天他说要雕个太阳照亮我家，现在全村正抱着行李逃荒。我儿今日喜子颇有灵气，为父虽画道资质平庸，然毕生之愿以笔墨守护苍生，光耀门楣。穿越3天，颗粒未尽，我可能是史上第一个被饿死的穿越者。我那个便宜爹，除了对着一堆破木头发呆，就是对着空锅练功。吾儿恒胜今日习字颇有灵气，为父虽画道资质平庸，然毕生之愿乃窥画圣之境，以笔墨守护家人，光耀门楣，官分牛屠3日月有所得，创强身健体诀，愿吾儿身强体壮。原来我这个爹只是个资质平平但温柔又努力的普通人啊！只见他爹李长青正对着一口空锅和空木雕酱油瓶，细沉丹田，双手结印，周身泛着5毛特效的星光。爹，饿出幻觉了也别对着锅发功啊，咱家最后一口锅了。玉儿，今日为父便让你见识何为雕道通神。无中生有，太古酱油术。死老头子，让你买酱油，你把化工园管道撬了是吧？实锤了，这绝对不是我爹，谁的魂穿过来了？开局就搞市政危机，这雕道是自带的闯祸属性吗？恒生我儿，区酱油何足挂齿，明日为父给你雕一个财神爷撒钱，咱们直接在钱庄门口雕。爹，那是抢劫啊！原主的棺材板我快压不住了，那是抢劫啊！李恒胜觉得自己上辈子肯定是炸了银河系，这辈子才摊上这么个爹。他眼睁睁看着衙役们满脸黑线的站在酱油海前，领头的张捕头嘴角抽搐的看着他爹李长青。李先生，这酱油真是您雕的？微末伎俩，不足挂齿。此乃上古净瓶术之简化版，本想造福邻里，奈何邻里稍有失控，惊扰各位了。张捕头显然也是第一次处理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造成的市政灾害，看在李长青自称是在修炼雕道，且愿意赔偿把家里所剩不多的银子全掏了的份上，张捕头带着人带着一脸世界真奇妙的表情离开了。别说，这雕出来的酱油闻着还挺纯。爹，咱冷静，钱庄去不得，财神爷撒钱雕不得，那是抢劫，要掉脑袋的。我儿此言差矣，为父何等身份，岂会行那等强盗之事？雕道乃窃天地之机，夺造化之功，要讲究格调。您老撬化工管道的时候可没讲格调啊。那爹，您的意思是？为父深思熟虑，财神爷撒钱过于直白，有失身份，所以维护决定雕一个万财归宗像。名字是换了，但这不还是想要钱吗？爹，求您了，换个愿望吧，比如雕个能自动煮饭的锅，或者能自己扫地的扫帚。是，坐拥宝山而不知自用，为父这雕道岂能屈尊于刨除琐事之间？我意已决，今夜子时便是坐雕良辰。月黑风高，万籁俱寂，李长青果然准时出现在院子里。这一次他装备升级了，不再是空手，而是手持一把看起来颇为古朴的刻刀，面前还铺开了一张硕大的不知从哪个犄角旮旯翻出来的陈年实木。迎9天之财气，聚8方之珠玉，万财归宗，听吾号令。成。我的钱，我藏在瓦罐里的养老钱怎么飞走了？天杀的，老娘藏了半年的银子，自己从抽屉里跳出来飞走了。李恒胜脸上的血色瞬间退得干干净净，他明白了，他全明白了，这根本不是引动天地财气，这是强制征召物理聚财，把他家附近一条街的人家里藏的、地里埋的现钱全给叼过来了。效果尚可，恒胜我儿还不快拿麻袋来装？为父说过，要让我李家光耀门楣。月光清冷，透过破旧的窗棂洒在李恒胜略显苍白的脸上。他盘膝坐在冰冷的蒲团上，刚刚结束一轮收效甚微的修炼，缓缓睁开眼睛，吐出一口疲惫的浊气。今日登门调，李恒胜又毫无悬念的败了。对手是同期入门的一个世家子弟，
修为比他高出一层，用的是一柄寒光闪闪的下品法器长剑，而李恒胜只能凭借着最基础的断体诀和一套烂大街的长拳苦苦支撑，最终被对方一剑挑飞，在众多同门或怜悯或讥讽的目光中，狼狈的跌下擂台。资源还是资源，我不是不努力，相反，我比大多数人都要刻苦，但修炼一途，才履法地，财字当头，没有灵石购买丹药辅助，没有法宝增强实力，仅靠吸收天地间稀薄的灵气和宗门发放的微薄俸禄，我的进步速度慢如蜗牛。老天啊，现在只求安稳，只求我爹能老老实实待着，让我能没有后顾之忧的慢慢熬下去。然而他并不知道，他爹李长青正在用一种他完全无法想象的方式回应着期盼。次日一早，李恒胜醒来就听到父亲的房间传来咚咚的声音，想必是他那父亲又在雕刻什么稀奇古怪的东西。但是当他推开父亲的房门一看，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东西，只是一颗只有巴掌大小的丹药，上面凝着一缕淡青色的烟。爹，你雕的这是什么？恒胜我儿，这是爹守了一晚上给雕出来的丹药，此丹药名为脱胎换骨延年益寿丹，吃下去之后就能再变年轻。儿啊，要不你试试？不用了吧，爹，你这是木头做的，哪能给人吃啊？使不得，万万使不得。无妨，那爹就让你见识一下此丹药的威力。没等李恒胜反应过来，李长青二话不说就将手里的丹药往嘴里送。奇怪的事发生了，只见李长青原本有些驼的身体直了起来，先前布满裂口和老年斑的手，此刻皮肤光滑了不少，连指关节处的凸起都淡了。最惊人的是他的头发，原本全白的头发竟全部变成黑色，整个人就仿佛变了一个人，彻底脱胎换骨。李恒胜呆愣在原地，他看着眼前的人，既熟悉又陌生。爹，你怎么一下子变这么年轻了？你还是我爹吗？您这是成仙了？成仙哪有这么容易？不过为父雕道通神，能有这般效果不足为奇，傻站着干啥？今晚爹给你做红烧肉，就你娘当年的做法。哟，这不是李师弟吗？又来劈柴了。劈的倒挺整齐，可惜呀，劈的再多也改变不了你是个废物的本质。听说你每个月那点俸禄还要寄回凡俗养你那废物爹，真是龙生龙，凤生凤，老鼠的儿子会打洞，一家子都是穷酸命。李恒胜的身体猛地一僵，一股血气直冲脑门。他可以忍受别人嘲笑他，但侮辱他的父亲触犯了他的底线。你闭嘴！怎么还想动手？上次挨打没挨够，本公子今天心情好，指点指点你。赵干并指如剑，一缕微弱的剑气便萦绕在指尖，作势欲点。这是他家传的灵犀指，虽只是入门，但对付只会粗浅拳脚的李恒胜绰绰有余。李恒胜，有你的家书和包裹，来自宁洪州老家。家书包裹？爹，又搞什么幺蛾子？恒胜我儿，见字如面，为父一切安好。近日潜心悟道，略有所得，特指修炼神器一柄，助儿劈波斩浪，勇攀高峰。切记心诚则灵，意志则威。父长青字。修炼神器？爹啊，你口中的神器通常都伴随着灾难。一把看起来平平无奇的破斧头，是疯了吧？看来你爹想让你劈一辈子柴吧。神器一柄破斧头，李恒胜，你爹是让你在宗门里改行当木匠吗？怎么拿着你爹给你的神器来跟本公子过两招？你给我闭嘴！这是我干的，这斧头真是神器。好凌厉的斩日之意，万门何时来了这等人物？或是有何异宝出世？岐山令的气息依旧在道山谷地稳固而隐秘，但刚刚为何有一丝令人心悸的变数之力一闪而过，仿佛斩断了什么天机脉络。去查一下道山谷道地外门，今日可有异常，任何细微之处都不要放过。救命啊！这似乎是我爹第一次真正意义上帮到了我。2日后，道山谷地万载峰，这里住着上千名杂役弟子，他们资质平平，只能靠干杂活换取微薄的修炼资源。李恒胜就是其中之一。李师兄，我从通寒阁给你带了包裹，是你爹寄来的。我爹他半年多没给我写信了，这次突然寄东西，总觉得不安。打开看看吧，有我陪着你呢。李恒胜点点头，拆开包子，里面有一个木盒，一封信，还有一张滑落的银票。他拿起银票，看清7000两的数额，眼睛瞪得溜圆。
7000两，这怎么可能？这么多，师兄，快收起来，别被人看到。吾儿恒盛，你且安心修炼血神玉，银票供你修行。我爹他真的在画作上有成就了。这牌子挺好看的，师兄要是不用，就送给我吧。师妹喜欢就拿去吧，就是块破铁片。师兄快把柴送回去吧，晚了又要被骂了。副宗主有要事禀报，宗主入世了，说给我听。一是长亭镇有个叫李长青的高人，木雕能让人悟道；二是鬼修严东辰死在他店里，阴石楼命星殿的人可能还在明洪州。李长青，应景就好，能结交一个如此大能之人，对我道山谷地来说只有好处。鬼修那边让弟子们戒备，有动静报我。有您这话，我就放心了。宗主，35峰都找遍了，没有李恒盛。严家说他3年前就来了，这小子藏哪了？不对，他该不会在万载峰做杂役吧？即日间，李恒盛专心修炼，如今手头宽裕，他购得优质资源，期盼早日踏入后天之境，成为道山谷地真正的。在李恒盛住的地方不远处，陆悄悄凝望着朕，他取出手帕包裹的铁牌，这是李恒盛首次送他的东西。陆师妹，铁牌上的血怎么不见了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悄悄，我不是有意的，快止血。岐山令被人炼化了。是谁？莫非是阴石楼的人？不会，岐山令的位置在道山谷地，阴石楼想要神不知鬼不觉的进入道山谷地拿到岐山令，根本不可能。我们的人一直盯着道山谷地，并未有什么动静，那怎么会被人炼化？或者是被人族给炼化了吧？这也都是有可能的事情。岐山令的炼化要求并不高，融入血液就可以，没准碰巧就被哪个人族给炼化了。正说着，一只麻雀飞进，将俯伸手，麻雀乖巧落下，叽叽叫了几声。瞎子点头后抬手让它飞。长老，如何？道山谷地弟子陆悄悄，岐山令已经被此人炼化，这可如何是好？既然岐山令已经被此人炼化，那将这陆悄悄带回我们命星殿就是了。事情虽然和我们预想的不同，但是并非无法解决，只要岐山令掌控在我们命星殿手中就行。对呀，除了我们，其他的鬼修肯定也早已察觉岐山令被炼化的事情，怕是此时他们也会有和我们一样的想法，恐怕有一些难度。尤其是阴石楼，他们行事向来卑鄙，怕是很快就要行动。探子来报说，阴石楼来的人是从云娘，说不定此时他已经准备抢人了。从云娘是个麻烦，但是想从道山谷地抢人，你还真的是高看他了。虽然罗啸川不在道山谷地，但是雪千白还在。从云娘想从道山谷地抢人，除非他活够了。众人闻雪千白之名打鼾，他曾持剑退鬼神，摄万族，且道山谷地抵御后，36峰主皆顶尖闯入，等待着机会吧。明洪州不惑城仙人亭以名酒陶仙醉闻名内外。好酒，怎么云荒就没有这么好喝的酒？从云娘，那是刚刚传来的消息。原来江湖那个死瞎子也来了，这个陆悄悄居然将岐山令给炼化了，这还真是有意思。从云娘，要不要将那陆悄悄给抓起来？哥，小伙子，勇气可嘉，我看好你，你去吧。我一个人去。嘿嘿笑着说。咧，那人显然很心动，但他并不傻。从云娘玩笑了，我还是不去了。那还不滚，耽误老娘喝酒。咧都滚，咧都滚。7日后，李恒胜出关了。我的资质还真的是很一般，闭关前已是退凡境3重巅峰，7日这一关也仅突破到4重。李师兄，你出关了。陆师妹，师妹这几日是没睡好吗？怎么感觉有些憔悴？没什么事情，师兄你不用担心，可能是这几日有些忙，我回来好好睡一觉就好了。师妹，你背着背篓是要下山吗？我记得这次出去采买的师兄弟里面没有陆师妹才是。是啊，这次没有我，我是和别人换了。最近在山上有些烦闷，想出去散散心。散散心也好。那师兄，我先去山门那里集合了，你拿了东西也赶快过来吧。陆悄悄说完，背着篓先走了。李恒胜觉他有些不对劲，却又说不上来，转身去仓库领背篓。可他刚拿好东西出来，便见一道身影正站在那里看着自己。许师妹，师妹也是来拿背篓的。我怎么记得今天师妹也不需要下山的？你真是个木头脑袋，你没看出来陆师妹心情不好吗？看出来了，只是陆师妹不想说什么事情，我也就没有问。所以本小姐看不下去了。李恒胜，你可知前几日陆师妹家族来人，要她月底离开道山谷地，回陆家与宜丰城海家2公子联姻。我看得出陆师妹喜欢你，她不愿回去，却迫于家族命令不得不回。李恒胜，你若算男人，便向她表明心意，带她离开明洪州，你开口，她定会愿意。你什么你？你怎知陆师妹嫁海家2公子不会幸福？
陆海两家联姻只会更强，能给他更好资源，有什么不好？你个棒槌！是不是许月月那个小丫头到你那里多嘴了？这丫头真是的。你真的要回去联姻了吗？是啊，不回又能怎样？家族生养我，命令不能违，世家子弟本就这命运。若能进内门，或许能推亲事，可现在显然不可能。笨！要不师兄带我私奔嘛？嘿嘿，跟师兄你开玩笑呢，看给你吓的。危险！什么人？鬼修，除了那个女娃，其他人全部杀掉，快逃！神部。道山谷地的五绝传，我还是第一次见。想困死我们，老夫拼了！带他走。谁敢？瞎子，抢人也得排队。阴石楼捡便宜的本事还是这么好，不然怎么叫阴石楼？阴石楼从云娘，林峰长老此刻心都凉了，又来了一个麻烦人物。从云娘，陆悄悄我们命星殿要了，你们阴石楼还是退出吧，我不想对你出手。你说是你们的就是你们的，你们命星殿才是强盗吧？那个东西可是我们阴石楼拿到手的。严东辰已经死了，东西也从严东辰的手中丢了，那东西和你们阴石楼已经没有关系。若是你执意要抢，那我也不介意试试你的手段。算了，今天谈不拢，要打也行，先带路悄悄走，找地方再打。道山谷地肯定发现了，等雪千白来，我们都走不了。你们为什么要带我走？陆悄悄终于忍不住了，对着两人开口问道：真是个水灵灵的丫头呢，你暂时不需要知道，只要你乖乖的跟我走就是了。你不说清楚，我是不会跟你们走的。这里由不得你动手吧，别等雪千白来。雪千白不会来了。江虎和从云娘剑拔弩张时，地面突然震动，3米高的巨人走来，肩膀负着储长空。阿奴，就停在这里吧，你们吵死了。你就是陆悄悄吧？跟我回长夜古国做圣女吧。凭什么跟你走？想保护心爱的女人，心是不错的，可惜你的实力太弱了，弱到在我眼中连个虫子都不如。不过本世子今天心情好，就多赏了你2句，还不谢恩。世子，你是长夜古国的人，莫非你是储长空？陆悄悄，跟本世子回长夜古国如何？只要你来，我让国主封你做我长夜古国圣女，享受最好的资源。哼，我们命星殿也可以做到，只要来我们命星殿，将来我可以保证你入我命星殿的星河化境中参悟大星河化。看到莫名其妙的卷起来了，从云娘也急了。我们阴石楼拥有画宝无数，顶尖画作更是数不胜数，只要你来，满足你一切要求。6道身影奔来，徐慕好走在最前。可惜陆悄悄是我道山谷地弟子，你们谁也带不走。好麻烦，没想到这么快就来人了，6个先天。储长空放了陆悄悄，是我们道山谷地的强者，我们有救了。陆师妹，我们安全了。道山谷地还真是谨慎，我们这么点人，却惊动了道山谷地6位封主。你们鬼族还真的是好大的胆子，来我道山谷地地盘上撒野。林峰，你没事吧？撒野又如何？想动手？实话实说，也就雪千白前来能让我忌惮，就你们6个，我阿奴能杀3个，我自己宰2个也够了。那要试试看才知道。就当众人剑拔弩张准备动手的时候，陆悄悄却是突然撒开了李恒生的手，走出来对着储长空说道：不要动手，我跟你走。陆师妹，李恒生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6个封主也侧目看向陆悄悄，他们竟没想到陆悄悄此刻会选择跟长夜古国的人走。明智的选择，在道山谷地你只是杂役弟子，没人舍得给你资源，但到了长夜古国，你会成为圣女，有大把资源培养你。陆师妹，你不能跟他们走，鬼族不可信，他们阴险狡诈，你去了不知会遭什么对待。跟我回去，今日有6位封主在，谁也带不走你。今天师兄就是豁出去这条命，也会保护你的。李师兄，别傻了，我留下做杂役，还是嫁海家？我要自己变强，让自己强大起来，才能做想做的事情，不是吗？就像李师兄你，若是足够强大，就不会回避我问你的那句话了，不是吗？这番话让李恒胜心头巨震。是啊，自己若有实力，怎会面对陆悄悄时连喜欢都不敢说，又怎会觉得配不上他？希望各位封主成全。既然你去意已决，那我们也不拦你。
但是希望你好自为之。将来若是你做了危害人族的事情，我也不会放过你。好了，圣女，我们可以走了。我虽然不知道你们为何一定要带我回去，但是我要你答应我一件事。圣女，从来没有人敢要求我做事的。不过你先说来我听听。我们走后，你长夜古国不许对李师兄出手。好，我答应你。就这么一只蝼蚁，我还真的是懒得杀。那我们走吧。陆悄悄回眸看向李恒胜，师兄，下次见，要给我坚定的答案。陆师妹，我会变强的。不过虽然长夜古国的人可以放走，但命星殿的江虎和阴石楼的丛云娘想轻易离开可没那么容易。看来道山谷地的各位是准备挑软柿子捏了，没想到道山谷地也是欺软怕硬的人。我们道山谷地怎么行事，还轮不到你们来评论。徐慕海冷笑道，周围数岛道山谷地弟子有人冷棍，大战一触即发。道山谷地千雪峰上，山顶一处雪亭里。你又输了，楚霸，你已经输了5盘棋了，我要的东西你该给我了。你等等，再让我看看。不用想了，你拖延时间的目的已经达到了，而且人已经走了，你再不给我，我就真的要拔剑了。嘿嘿，看来真的是我输了，给你。这是庆阳王朝这大半年来的密文，那我就先走了。楚霸用庆阳王朝情报牵绊住雪千白，雪千白虽知山门外事，却更关心庆阳王朝长公主。他取纸写下君来献舞4字，冰雪深处随即飞来一只雪白巨雕，落在雪亭前。白灵，拜托你了。雪千白将信放到竹筒中，然后捆绑到了那白雕的脚上，奔着远处飞去。日落西山，道山谷地弟子终回山，嘴强恶战，四风主携数百后天丁扶手，命星殿、阴石楼讨不到好。我要掌控自己的命运，我不要再被任何人摆布。陆师妹，我们还会再见的。你想要的那个答案，等那天来临的时候，我会让整个苍原界都听见。此时，一名风主走出来，目光最终落到李恒胜的身上。你随我来。是。随我回行御风，我有事问你。六风主落座后，李治直问陆悄悄身份，李恒胜如实相告，可内容都是道山谷地已知的，并无特殊。这些鬼族是最近才出现在明洪州的，你就把最近陆悄悄身上发生的事情说一遍吧。不光这个，还有就是陆悄悄最近和谁都接触过，把你知道的都和我们说一遍。那个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？晚辈李恒胜。听到这个名字，徐慕海瞳孔一缩，他就是李恒胜，难怪没找到。那天我收到了父亲寄来的包裹，陆悄悄拿了那个铁牌子，想要做一个信物。等等，那个铁牌子，你说上面写了字，写的什么？蜥蜴。这个字一出，在场6人皆有反应。相视一眼便明白，三方鬼族争夺陆悄悄，正是因为那块牌子。好了，你回去休息吧。岐山令，没想到第3块岐山令还是出现了，难怪他们都不要命的争夺陆悄悄。如此说来，一切都解释通了。解释不通，岐山令会出现，并不是什么不好理解的事情。我不理解的事情是，这李恒胜说包裹是他爹寄来的，为什么岐山令会在他爹那里？这没什么奇怪的。岐山令原先在严东辰手里，我追杀他时，他怕我找到这枚令，说不定就把它藏进了苍原镖局的包裹里。可这包裹正好寄给了道山谷地的弟子，收件人就是李恒胜，岐山令就这么到了他手里。后来机缘巧合，李恒胜又把令送给了陆悄悄，我猜陆悄悄是不小心炼化了他。岐山令一被炼化，附近的鬼族肯定能感知到，这才会有今天三方鬼族争着抢陆悄悄这一幕。徐慕海侃侃解释，众人绝有理，眼下仅这说法通顺，便只能接受了。他们此前查过李恒胜背景，欺负李长青是落魄无天分的画师，除此之外再无其他解释。他们本想争夺岐山令，因令被陆悄悄炼化，便只能抢他。岐山令属岐山鬼主，他为斩因果送出3枚，炼化者可请他出手一次。前2枚已被伊王谷、北韩国阴风启用掉，皆改变其人生。第3枚尘封许久，被阴石楼找出，为鬼主线闭关，找他至少需1年。云荒其他势力若知长夜古国得岐山令，1年内陆悄悄恐遭无数暗杀。岐山鬼主传闻是陆地神仙境，出手天下难挡，长夜古国救敌，定会设法抢令。见众人说的热闹，徐慕海则是打了一个哈欠，笑呵呵地站起身说道：“你们继续聊吧，我先回我的木海峰睡觉去了。今天一天真的是累死了。”徐慕海说完便径直离开，众人早已习惯他的特立独行，并未在意。李恒胜回房后心情难平，他想变强，不想再被人视如蝼蚁。谁？李恒胜走过去开门，原以为是师兄弟来安慰自己，开门却愣住，门口竟是木海峰峰主徐慕海。木海峰主，你叫李恒胜？是，弟子叫李恒胜。我来跟你商量件事。峰主请说。来我木海峰，做我徐慕海的亲传弟子，你可愿意？啊！李恒胜实话当场，做徐慕海的亲传弟子，什么情况？木海峰主，你是开玩笑吧？没有跟你开玩笑，就问你愿意或者是不愿意。弟子愿意。这般机缘，不愿者便是傻子。好，等我几日，除了问你，我还需要问另外一个人。
他能同意，我才能收你。老板，一碗清粥，一份油饼。理画师，您来了，您稍等，马上就给您上。真好吃，老板你的手艺真不错。就在这时，远处传来车马声，十几辆拉货大车缓缓而来，车上蒙着麻布，堆满货物，好多货物。是燕家商会的货，他们每个月的这几天都会去进货，这是刚刚回来的。燕家？对啊，找这类资料，燕家作为大家族该有藏书，说不定有我要的。况且还有燕家家主令牌，进去易如反掌。当李长青来到燕家大门外的时候，发现这里已经有10几个人在等着了。这燕家还真的是受欢迎。站住，外边等着。燕家2护卫见李长青欲入，当即阻拦。李长青无心搞扮猪吃虎，欲擒故纵，直接亮出令牌。2护卫见了令牌，当场一惊，这不是普通令牌，而是顶级供奉令。您请，您请。多谢了。进了燕家，李长青才见识到真正的大户人家，规模堪比故宫。请问一下，走开，别挡路！哪里来的家伙，这么不识趣？快滚开！愣着干什么？生哥让你让开，你耳朵聋了，听不见吗？耽误生哥修炼的话，你赔得起吗？我靠，这燕府的小屁孩一个个都这么拽。怎么？你还想动手啊？没有。你来燕府有什么事情吗？是迷路了吗？你想找谁？正好我这会没事，可以带你去。燕寒州，你还真是爱多管闲事，自己的事情都没处理好，还有心情管别人，真是活该！你要被放逐出燕家。大叔，你是来找谁的？或许我可以帮你。我想找能看书的地方。看书的地方就是你们燕府中哪里藏书最多？藏书最多，那自然是万书楼了。那能不能麻烦你带我去万书楼？带大叔去倒是可以，但万书楼是燕府重地，藏有诸多藏书与珍贵画作，连本府子弟都没资格进，大叔想进怕是不可能。不知道这块牌子能不能进去？李长青拿出燕伯涛给的令牌，燕寒州一见令牌，脸色骤变，拜见大供奉。大供奉？所以我能进万书楼吗？能，自然是能。大供奉在我燕家的地位仅次于族长，自然是有资格进入万书楼的。晚辈给您带路，多谢了。而此时，燕伯涛正在书房中看着一封信，信中的内容让燕伯涛皱着眉头，似乎发生了什么大事。到底是什么东西？族长，李长青前辈来了。李长青前辈在哪里？据说奔着万书楼去了。不知道李长青前辈去万书楼是想要做什么？万书楼，时刻关注万书楼那边的动静，有什么事情就通知我。长青前辈若是有什么需要，你也通知我。我们不过去。长青前辈去万书楼想看书，我们不便打扰，得让他看得舒服，这是燕家的机会。另外，下令封锁万书楼，他出来前不许家族任何人进。还有一件事。怎么了？有什么事情你就说。是这样的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简直胡闹，真是无法无天。这燕东升也不是故意的，他只是少年心性。三长老讪讪道：燕东升虽属他这卖族人，但燕东升刚得罪李长青的事，他不敢隐瞒，毕竟这事关乎燕家前途。少年心性，若非他是少年心性的话，长青前辈怕是早就出手捏死他了。谁给他的胆子？那族长，这件事发配到沛州，燕家在那有农园，让他去做农工。三长老，这是看你面子，不然危害家族的子弟该怎么处置，你该清楚。多谢族长不杀之恩。而那边，燕寒州带着李长青终于来到了万书楼的门口。倒是不小，您只要用您的令牌就可以进入其中，就能找到您想看的书了。刚刚听他们调侃你，好像是说你马上就要去别的地方了。我和你们族长认识，要不要我遇到他帮你说说情？多谢大供奉了，不用了，我在族人眼中是没有希望之人，留下来也会勾人语病，还不如到一个别的地方重新开始。何为无用之人？我曾经听过人说过这样一句话：天生我材必有用，千金散尽还复来。年轻人不要放弃才是。天生我材必有用。燕寒州听到这话，忍不住认真咀嚼着这句话。前辈，我不是他们说的废柴，在燕家修为倒退凡境5重天，需3年内悟出一套功法，悟不出就得离族。我曾2次悟出功法，但都不是我想要的，便放弃了传承。或许因2次拒绝，第3次始终没悟出。如今3年之期快到，我只能认命。退凡境5重以后就可以修炼功法了。真不好意思，耽误前辈的时间了。前辈还是快进去看书吧，晚辈就先离开了。等等，前辈还有什么吩咐？你帮了我，我也没有什么报答你的，这是我平时做的一点小玩意，送给你吧。说着，李长青从袖子中拿出来一个迷你的小木雕，递给了燕寒州。这是。李长青转身进入了万书楼，留下燕寒州震惊地看着手中的木雕。这是什么？像动物？是老鼠吗？又不像胖胖的身子，雷电似的尾巴，还有红扑扑的腮。他认不出，想来整个苍原界也没人认识，因为这是李长青闲时雕的皮卡丘。这不知名动物似活了过来，刹那间，皮卡丘爆发惊人雷霆之力，雷电似能湮灭一切，
所过万物不生。这是什么？为何有这般威囊？书中怎会无记载？供奉前辈见过此物，他修为到底？李长青对此一无所知，他本以为这世界没有的东西，雕出来无用，显然想错了。这书还真的是多，随手在旁边的书架上拿出来一本列国志就观摩起来。万书楼外，燕寒州已盘坐半个时辰，周身隐隐有电光噼啪作响，面前漂浮着小木雕像，意识完全沉入其中，对外界全然不顾。族长，那是他是燕寒州。几位长老见燕寒州面前漂浮的木雕，当场震惊变色。他们知晓这宝物的厉害，身旁长老刚想开口，却见燕寒州猛地站起，接着闭眼打起拳来。燕寒州的拳法指出争斗广泛，可越死越快，拳上渐生残影，打到最后，他气息运动，片刻间燕寒州其人内劲，直接从退凡境第9重踏入后天境界，成了名副其实的后天武者。我的个乖乖，这让老夫说什么好？这是什么拳法？咦，燕寒州打完拳法后睁开眼，不由惊疑，他竟未察觉自身变化，本以为只是在意识中练拳，没想到已将这套拳法实际打了出来。族长，长老，恭喜你入后天了。燕寒州听到这话愣了一下，紧接着他就感觉到自己的身体中竟然真的有内劲。我入后天了，他简直不敢相信，这一切都是因为刚刚那个小木雕，那到底是什么宝？燕寒州，从今天开始，你就是我燕家核心子弟。从今日开始，你每个月能领的修炼资源在原来的基础上翻10倍，希望你能好好修炼，将来为我燕家争光。多谢族长。此时李长青仍沉浸在书海当中，武者修身，画师炼魂，能画出一幅运灵的作品来，便是能增强神魂。莫非我雕刻的时候那些东西也是？李长青疑惑于自己的神魂到底在什么层次上，可是怎么没写神魂到底要怎么判断？李长青尝试着用书中记载的神魂功法，竟然轻松做到了隔空取物。若是能到书中所说大自在的境界，那才是真的好啊！李长青来到了画宝所在地，看来这些就是这个世界的画师画出来的吧？画的的确是要比以前的李长青画的要好。突然间，李长青觉得有些不对劲。那个谁，前辈有事请吩咐。没事，我只是问问，为何所有的画作都只有兵器和动物，没有别的呢？啊，别的？什么别的？别的，比如说画山水，画灵物，甚至连个人物像都没有。前辈莫开玩笑，画灵物、画天地，唯有强大画师能为。我燕家区小家族怎会有这般宝物？至于绘人，人乃万物灵主，即便画圣强者也不敢轻易落笔，燕家更不可能有。这样吗？李长青闻言颇为震惊，唯有强大画师能画出那般画作，甚至画圣才敢尝试绘人。可他当初轻松雕刻出法海，却并无异样，这让他满心疑惑。莫非我雕刻出来的那个法海其实并没有什么用，只是普通的木雕？还是说木雕和画作完全是两种东西，看似有相通之处，但是其实并不相通？我的木雕或许没有此类的限制。李长青继续看书，而这一看就整整看了3天之久。这3天的时间，李长青可谓算是了解了一些苍元界。拜见木海峰主。我找你是想请你帮个忙，我想拜见李长青前辈，虽与他素不相识，但你曾与他有过一面之缘，希望你能为我引荐，免得我贸然拜访闹出误会。峰主，您要见长青前辈？有什么问题吗？没问题，但是这要经过长青前辈的同意才行。不瞒峰主说，长青前辈现在正在燕府做客。前几日长青前辈就来到燕家，然后一头扎入到万书楼中看书去了。距离到今天已经过去3天了。他何时能出来？说不好。木海峰主若是着急的话，不如我让人去问问前辈。那你叫人去通禀一声吧。好，那我叫人去通知一声。对了，木海峰主大人，我燕家的矿上最近出现了一些奇怪的事情，晚辈拿不定主意，不知道前辈可否帮看看，帮燕家一把。什么事情？是我燕家南山矿场那边出了事情，如信中所写。信中写道，南山矿场多名燕家矿工见星辰陨落后昏死，醒来竟衰老10几岁，修为更是跌落几层。矿场附近村落也出现此怪事。莫非是？久仰，听闻你是道山谷地的峰主，我儿也正是道山谷地的弟子，那你应该算是他的校领导了。我儿顽劣，让峰主大人费心了。啊，李恒胜在我道山谷地是个很好的弟子，没想到是长青前辈的儿子，我最近才得知，所以这才来拜访。好说，请坐。这次除了拜访长青前辈之外，我还有一件事也是特意来请示长青前辈。你说。前辈应该知道最近鬼修来我明洪州的事情了吧？知道。最近这件事和令郎牵扯上了一点关系，但是你别担心，关系不大。这次来的人有命星殿、阴石楼，甚至连长叶古国都已经出现。在李长青的理解中，这不就是校外的小混混来学校里认识自己的儿子了吗？我儿子没和他们走吧？那倒是没有，因为他们目标不是李恒胜，
是李恒胜的师妹，叫做陆悄悄。徐慕海向李长青大致讲述了当日之事，唯独未提及关于岐山令的细节。什么？李长青的脑海中已经出现了一个场景，那些小混混不仅要带坏儿子，还带走了儿子的女朋友。绝对不行，慕海封主，这件事不能继续发展下去了。徐慕海听到李长青这么说，以为是说李恒胜被几个鬼族欺负成这个样子，那肯定是不行的。长青前辈的意思我懂了，其实我这次来是想要征求一下长青前辈的意见，我想要收李恒胜做亲传弟子，入驻我慕海峰，不知道长青前辈可同意？做你的亲传弟子？同意，我自然是同意的。有您当班主任，我还愁什么呢？班主任，徐慕海虽然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，但是起码他知道李长青同意了。那好，长青前辈，以后李恒胜交给我就放心吧，我道山谷地必定诚意待他，给他我慕海峰最好的待遇。慕海峰最好的待遇，就劳烦峰主费心了。日后我儿修炼若有不解，望您多指点。他若顽劣不听话，干坏事，您尽管打骂，无必留情。徐慕海闻言假笑，暗自腹诽：我哪敢打你儿子？打了他，你还不拆了我？连严东辰你都能一招秒。我哪敢打你儿子？打了他，你还不拆了我？连严东辰你都能一招秒杀，我在你眼里根本不值一提。初次见面，未备厚礼，家况也寻常。这是我亲手做的小物件，您不嫌弃就收下，留个纪念，或许偶尔能派上用场。李长青说着，从袖袍中摸索了一会，拿出来一个木雕，递给了徐慕海。来了。徐慕海对这神奇木雕早已期盼不已，他困于当前境界许久，一心想寻机突破，而李长青的木雕正是他的希望。这个要送给我，这是鼎。不喜欢吗？不是不喜欢，只是我很惊讶，长青前辈你居然见过真正的鼎？莫非你没见过？我见过鼎，但前辈这个木雕所画之鼎，与我以往所见截然不同。在苍元界，鼎是极为古老的器皿，曾承载香火之力。然而后来鼎莫名消失在历史长河中，如今的鼎徒具其形，无法承受香火，就连画师也难以画出其真貌。正因如此，当我目睹这浑然天成的木雕鼎时，才会如此惊讶。徐慕海小心翼翼捧着木鼎细看，鼎身刻有李长青用前世象形文字雕的细小文字。他凝望文字时心神震荡，耳畔似有神明低语呢喃，如闻仙音。徐峰主，李长青的声音将徐慕海从仙音中唤醒，他惊出一身冷汗，方才竟不知不觉被古文字吸引，不由后怕，若在别处，岂不是处境危险？徐峰主，你怎么了？赠宝之恩，徐慕海谨记在心。徐峰主客气了，您是恒盛的班主任，这点小礼物不值一提。对了，还有一事，长青前辈，你为何会无故成为了燕家的大供奉？这个，李长青将那令牌的事情给徐慕海说了一遍。燕家心思算计，长青前辈不必理会，他不过是长亭镇的小家族，以您的实力，到哪都是众星捧月。若您愿意，可来我道山谷地，长老之位绰绰有余，还能随时见到李恒胜。去道山谷地，去了和儿子一对峙，岂不是要穿帮？道山谷地我就不去了。还有就是我希望你也不要和恒胜说有关于我的事情啊。您的意思是？对，他不知道其实他爹是个绝世高手，也不知道我有木雕的手艺，我这么做无非就是想让他靠自己。你尚未娶亲，或许不是很能理解。前辈真是厉害，知道我尚未娶亲。我不光知道你尚未娶亲，而且我知道你还是处子之身。前辈厉害，没想到长青前辈的神魂如此强大，竟然能感受到我的精元稳固，气血浑圆，隔空就能看穿我，当真是绝世高人也。倒是李长青心里暗笑，这有什么厉害的？看你穿的穷成这个样，哪个女人瞎了眼才会看上你？前辈放心，我肯定不会将此事和李恒胜说。李长青松了口气，并认同徐慕海所言，自己身价不菲，燕家想凭一块破令牌捆绑他，实属痴心妄想。他前世痴迷木雕，看似老实，却不愚笨，遇事一点就透。燕族长，长青前辈，这几日在燕家承蒙你照顾我，多谢了。长青前辈真的是客气了，前辈对我燕家大恩，对我儿燕雨时的恩情比这贵重的多。只是来我燕家看看书，自然不算什么。既然如此，我这份恩情燕家也算是报了。那这块令牌就请收回去吧。看到李长青将令牌给交还回来，燕伯涛脸色大变。燕族长，你算盘打得精，但长青前辈这样的强者，其实你小小燕家能攀附的，须知有多大碗吃多少饭，贸然贪多，不仅饭会撒，更易把自己撑死。慕海峰主教训的是，留在燕家做这个大供奉也不是不行，但是白嫖我肯定不行。既然我是燕家的大供奉，那总要给薪酬的吧？自然是可以。长青前辈您稍等。长青前辈，你真的要留下来？这小小燕家留在这里是不是有点？恒胜要修炼，我当然要赚些钱给恒胜修炼用。长青前辈，你这就不用担心了，有我呢，有我慕海峰的支持，李恒胜还能缺少修炼资源不成？谢谢徐峰主，有这份心就好了。你给的是你给的，
我给的是我对我儿子的一份心意。那好。没多一会，燕伯涛回来了，他的眼神中带着凝重的神色。长青前辈，只要你愿意做我燕家的供奉，我燕家所有的生意分你5成利。5成？燕家怎么说也是长亭县顶尖家族之一，财力肯定雄厚。好，我答应。见李长青直接应下，还收回了令牌，燕伯涛松了口气，燕家总算抱上大腿了。接着便向其详述燕家所有产业。李长青听完以后却是有些诧异，燕家真正赚钱的仅仅是几个矿山，我见燕家在长亭镇上也是有不少的产业的，都不赚钱不成？大供奉，长亭镇几大家族中，白家酒楼最强，占7成份额。您爱吃的锦红楼也属白家，赵家主营布庄绸缎庄，我燕家产业不及他们，其余产业亦被瓜分，仅能赚点蝇头小利。燕伯涛呈上账册给李长青，李长青好奇翻看，见燕家月入微薄，唯有矿山收益尚可，每月能为燕家带来40-50万两银子进账。这个月矿山这边，这件事我刚刚还在和穆海峰主说来着，矿山出现了奇异的东西，所以那边就受到了影响。那边好像的确是出现了点奇怪的现象。既然是在我明洪州范围内，我打算等会就去看看的。我也去，前辈也去。耽误我赚钱，我当然要去看看。那我们明早就出发，现在去不就是了？那好，依前辈和我的脚力，傍晚之前就能到达南山矿场了。跑着去，不然怎么去？啊，嘿嘿，没什么。我突然想起来，你修为境界低微，还不会飞。那既然如此，我们就跑着去吧。前辈能仅凭自身凌空飞行，传闻有人能御气腾空，但是那需要掌控一种强大的事才有可能做到。莫非是真的？不知道前辈能飞多远？能飞多远更多的是取决于外界因素。你们尚未达到这个境界，知道太多也没好处。外界因素。徐慕海和燕伯涛相视一眼，两人恍然大悟，莫非是取决于势的强大？然而李长青心中却是斐然道：我能飞得多远，取决于撞我的车开得有多快。那长青前辈，我们现在就出发吧。那边的情况我有些猜测，也不知道对不对，到时候还要请长青前辈。那长青前辈，我们现在就出发吧。那边的情况我有些猜测，也不知道对不对，到时候还要请长青前辈指教。事不宜迟，那就走吧。两位万事小心。放心好了，有我和长青前辈在，能有多大的事情？长青前辈，那我们走吧。徐慕海脚掌跺地，微胖身影如离弦之箭，瞬间腾空，眨眼间就已经数十米开外。李长青当场傻眼。大供奉，你怎么了？没什么。李长青深吸一口气后，瞬息纵出，快到仅留下残影。燕伯涛惊叹其速度竟快过徐慕海。原来李长青早用神魂观察徐慕海身体，因化石神魂可一念复制武学，他一施展便成功，步伐动若惊鸿，纵身可达数十米。好快！徐慕海大惊，虽不意外李长青身法比自己快，却震惊其施展的竟是自己的身法血雨禅风诀。此诀由道山仙辈从一幅雪景图中参悟而成。长青前辈，你慢点，等等我啊！李长青这才注意到自己玩嗨了，结果徐慕海跟不上了。就这还高手？我刚学会身法就比你快，靠不靠谱的哟？长青前辈，你稍微慢点，我跟不上。在他看来，李长青的速度在整个苍元界都能排得上号。好吧，我稍微慢点。徐慕海心中思索，能够轻易看穿血雨禅风诀，并且直接化为己用，这样的神魂境界必定已经达到化圣的层次的神明一般的存在。长青前辈，我们到了，燕家的2个矿场就在这里。在这山脉中有9沟18寨，大大小小的村子数百个。李长青来时听徐慕海说，此地多人见流星滑落后晕厥，醒后寿元减少，修为被吸走，沦为退凡境，非常邪性。李长青听后直接懊悔来了。你心中有答案了吗？大概吧，前辈应该已经胸有成竹了吧。李长青大萝卜脸不红不白的嗯了一声，还请前辈指点。和你想的差不多，还有就是你不要一口一个前辈的叫我，都给我叫老了，叫我名字就好。这若是不习惯，叫我长青兄也行。不知道你发现没有，这个东西就隐藏在这南山山脉中，现在还在这里。长青兄可是看出来什么了？山中有风来，却无阻受影，足以说明一切。还真是，进去看看。只能硬着头皮上，希望他能解决问题。若不行，便自己先跑，反正他跑不过我。嘿嘿，大不了到时候给他雕块上好墓碑。徐慕海压根不知道，两人连南山还没进，身边的高人李长青连在他墓碑上刻的什么字都想好了。这里的气氛倒是挺好，不是说有什么妖邪作祟，导致这里都没人敢出来吗？长青兄，我们找个人来问一问不就好了？你们是什么人？从未见过你们，你们不是村子的人，来这里所谓何事？少年说完，纵身一跃，便是从屋顶上跳了下来，警惕地看向徐慕海和李长青。从你的衣着，还有你身上的那种药香之气看，若是我没猜错的话，你是一王谷的弟子吧？你们到底是什么人？不得无礼！就在剑拔弩张的时候，一个银铃般的声音传来，只见一道身影凌空飘来，乃是一名女子。
师尊，若是小女子所料不错，阁下应该是道山谷地的木海峰峰主徐木海吧？青莲影宗，以往谷中如此年纪就能将青莲影宗给修炼到这种程度的，想必是以往谷中有情歌仙子称号的木情歌道友了。徐道友竟认识我，实属荣幸。这是我徒儿，方才多有冒犯，还望谅解。他虽是一王谷弟子，却偏爱剑术，随身佩剑，实在让人头疼。晚辈殷昌礼，见过前辈。看来徐道友也是感受到了这南山的不凡，所以才来的吧？我们道山谷地的人出现在这南山实属正常，倒是你们一王谷怎会出现在这里？师父是来寻道的。多嘴！你们一王谷乃是苍元界一门正宗，传闻门中更是有能生死人肉白骨的神药，一王谷还有缺的药材吗？既然徐道友问了，那我也就不隐瞒了。徐道友可是听说过三生花？三生花那不只是传说吗？并不只是传说，而是真的有人见过。传闻这世间有人真正见过三生花，此人便是有化仙之称的顾寒溪。化仙？正在旁边吃瓜的李长青听到这个称呼，倒是来了兴趣。一王谷的化仙前辈的失灵三生花画作，知其曾见三生花。因传闻化仙最后在南山，我带徒来碰运气，恰逢南山有意，便留此探查，并为寿元被夺的村民治病。三生花仅为传说，化仙顾寒溪亦是100年前人，寻花不易，不知情歌仙子对此次南山灵异之事可有线索？寿元被夺极为罕见，一王谷记载中此情况多与鬼族相关，曾有鬼族强者汲取生命精元。但这些村民并非被夺精元，更似被夺真元，因他们是普通人物真元，才被汲取了寿元。徐木海和木情歌攀谈了半晌，李长青则坐在一旁四闭目养神。长青兄，我们先找个地方休息吧。这位是？听徐木海叫李长青称呼为长青兄，便知道李长青应该不只是徐木海的跟班而已。也是你们道山谷地的人吗？长青兄不是道山谷地的人，他只是我的朋友。木情歌深深地看了一眼李长青，在他的身上没有感受到任何真元的波动。徐道友，既然你来了，那我们师徒明日也就要离开了。毕竟有你在，这里的村民也能得到安全的保障了。他们损失的寿元，我也着实是无能为力。师尊，我们要走了吗？既然来了，我们不去道山谷地做客吗？我要挑战下千雪剑尊。去什么道山谷地？你是玄木之体，当专心学银术。小家伙，想要挑战千雪剑尊，你现在的实力还不够啊！等你以后变强了，再来挑战吧。我叫殷昌礼，不叫小家伙。但是我真的很想见识一下千雪剑尊的雷灵13剑。哈哈哈！你师尊说你是玄木之体，此体质不学医术可惜，且非专攻剑术才能成强大剑修。此时，盘坐青石上的李长青皱睁双眼，他竟从回忆的原著武学描述里记词。他懊悔当初没认真看书，否则会已成武学大家。好在有门防身术总比没有强。这时，他忽抬头望向夜空。长青兄，你醒了？你怎么了？我感觉有什么东西过来了。有东西？听到这话，木情歌抬头看去，但什么都没有看到。莫非是那个东西来了？并没有什么东西啊。大叔，你是不是睡糊涂了？越来越近了。戒备！灾星来了！村民见金色星辰坠落，皆惶恐不已，因为每次此星辰出现时，那个人就会施寿元。纣老，村民见金色星辰坠落，皆惶恐不已，因为每次此星辰出现时，人们就会施寿元。纣老数十年，于是乱作一团，急忙往家跑。真的来了！他诧异于李长青的神识竟如此强大，能提前那么久就探查到。他和先天高手徐木海都未察觉。随后，金光提速奔木情歌而来，木情歌踏连后退，并爆射数道银针，可金光迅速躲开。神步！徐木海亦如光速般扑向金光，速度大幅提升，且同步适应镇压。所缘！徐木海的真元掌随即挥出，可金光更快，他竟慢了半分，掌落黄金身风。金光顿陨，众人才看清是只周身泛金的灵兽，他半匍匐在地，龇牙盯着徐木海等人。灵兽未料狩猎欲强兵，方才的掌风已经让他感知到了危险。这是金丝琳狼兽。虽然是金丝琳狼兽，但是这并非是真正的灵兽，而是化魂。化魂？木情歌定睛一看，忍不住说道：“还真是。”唯有李长青一旁懵逼：“什么金丝琳狼兽？说的这么高大上，这不就是条金毛狗？前世随处可见，怎到苍元界名字就变了？化魂又是什么？”师尊，什么是化魂？好小子，有前途！李长青忍不住对殷昌黎投递过去一个赞赏的眼神。这金丝琳狼兽并非真灵兽，实为一幅画魂是画中兽生的灵性跑出来，才有如今模样。我如今也懂了村民损寿元的缘由。这金丝琳狼兽原是某位强者的画作，诞生灵性后因年久失灵，化魂遂从画中跑出，靠狩猎他人修为与寿元补灵性。徐木海还是有些惊讶道：“诞生的化魂竟然都拥有先天层次的修为。”说不定是哪一代的化仙强者，也说不定，甚至很有可能就是顾寒溪前辈，也没准。顾寒溪，这说明最后顾寒溪前辈很有可能真的是出现在了这里。或许能寻到三生花线索，不过需先抓着化魂，
金丝琳狼兽若能抓到，让道山古地浮屠楼楼主设法封锁其灵力溃散，或可为古地添一大战力。可是徐道友，这化魂我们一王谷也想要呢。徐峰主，这玩意很值钱吗？这个时候，一直端详着这只金毛的李长青也是忍不住开口说道：“长青兄，这化魂哪是钱能买到的？尤其金丝琳狼兽本就罕见，还可能是化仙所做，绝对是宝物。身边有只先天级灵兽，形势更变，交手时还能助你大增战力。我一王谷弟子的实力本就不如你们道山谷地，这东西跟在我身边才是最好的。先天级战力，若他跟在儿子身边，儿子便不惧先天武者，安全有保障。秦歌仙子，你我先擒获此物，再议其他。其速度太快，想要抓住，还需要我们费点力气。”好，金丝琳狼兽感危险，警惕望着两人，随即两人一同出手。徐慕海借神步速度惊人，拖出数道残影，周身真元大盛，掌印之上无限符文。定身！徐慕海一声轻喝，掌印符文瞬化巨掌，比先前更大，遮天蔽日般降临，四重光纹的碾压透着绝望气息，其实力可见一斑。徐道友的五绝传如此厉害，居然修炼到定身四庆。金丝琳狼兽低吼一声，身影暂化金光，竟从徐慕海一击下逃生，速度更胜往昔。同时，其锋利爪子凌空抓来，颇具开山之势。不灭！徐慕海大喝，金光护体并出拳，与金丝琳狼兽对轰，凭不灭护身，他未伤分毫，兽魂为之一片。好机会！木星哥数十道银针疾飞，真缠失陷，眨眼间在金丝琳狼兽身后织成了。他随即指一点，银针便朝兽身各处大举射去。好家伙，东方不败！李长青只觉徐慕海的五绝传、一王子的太乙玄真都很厉害。金丝琳狼兽扑仰头朝天空飞去，想走。徐慕海情急跺脚跺地，横空欲抓金丝琳狼兽，奈何其速度太快，他纵有神步，仍难捕捉。木青哥见银针追不上金丝琳狼兽，颇不服气，轻哼一声，他袖袍一甩，飞出一整大卷，画卷迎风展开，其上赫然是片山崖，崖上密藤，瞬间画中画出万千触手，成数道绳索抓向金丝琳狼兽。画宝！李长青眼睛一亮，此前只在书中见画宝形容，今是头回见真物。平崖千曼图。徐慕海眉一扬，似是此画宝，从万飞出，速度齐况，追上金丝琳狼兽，当即封了他的路。金丝琳狼兽见路被封，却不慌，当绿火化火海，灼烧的藤蔓瞬间退缩。魂火！这化魂是拼了命的想跑，施展出魂火来，这对本就灵气不多的他是致命的。金丝琳狼兽喷焰后速度虽慢，藤蔓却已退缩。木青哥忙收起画宝，此火刻着他的庭崖千曼图，恐其受损。金丝琳狼兽嗷呜一声，转身便是奔着远处遁去。让他跑掉了。徐慕海和木青哥虽无奈，却只能眼睁睁看他跑，毕竟他会飞。师尊就这么让他跑了吗？你若让我去道山谷地跟千雪剑增学剑，剑术强了，方才若能助你，咱们定不会让那金丝琳狼兽跑掉。闭嘴！木青哥冷冷地说了一句。这时李长青呼上前，望着天空渐远的金光，心生惋惜。他本想抓来给儿子当宠物保安全，他决定试试。长青兄，你小家伙，借剑一用。我不叫小家伙，我叫殷昌礼，而且我的剑不借。多谢了。李长青似无事，指一点，殷昌黎腰间长剑微颤后嗖地飞出，长剑横空，他一步踏出，踩于剑上，随即御剑而起，剑破夜空。他负手而立，如无上剑仙，直追金丝琳狼兽。长青兄真的会飞？木青哥同样是内心大为震撼。他会飞，普通人，这分明是绝世高手，只是自己与他差距太大，根本察觉不到其境界。我靠，剑仙，这绝对是剑仙啊！李长青没在意给众人的震撼，只想着抓着金毛给儿子当保镖。别挣扎了，留下来吧，给我儿子做个宠物，不会亏待你的。每天3顿肉补头如何？李长青笑道。但金丝琳狼兽哪肯听，山洞巨狮加速飞，剑里正提身，虚空一抓，爪印崩鸣，尽在逃虚空暂住，威压碾压天地。金丝琳狼兽身躯一震，本就灵力溃，面对擒龙手毫无抗，直接被抓至所目更让徐慕很安然，大为震。龙爪，这是什么武学？彻底傻眼，他们从未见过此等武学，参悟它需从慧龙的画作中得来。燃龙乃神兽，纵观千年，从未听闻有人能去龙岛化龙，这擒龙手究竟源自何？燃龙乃神兽，纵观千年，从未听闻有人能去龙岛化龙，这擒龙手究竟源自何处？抓到了！李长青掌下，金丝琳狼兽瑟瑟发抖，全因擒龙手的龙气震慑。见金毛这般乖巧，李长青面露兴奋。他回忆过无数武学皆未成功，唯有这擒龙手成了，只是他略感惋惜。若能学会降龙18掌就更好了。徐道友，这位前辈到底是什么人？我也不知道怎么说。李长青抓着金丝琳狼兽的脖子，像踢狗似的踏剑返回，轻轻从剑上跳下，随手将兽扔到一边。老实点，别乱跑。也怪金丝琳狼兽此刻面对李长青，眼神进入怯懦，匍匐在地，活像只听话的狗狗。李长青袖袍一震，昂剑径直飞出，锵的一声便回了殷昌黎剑鞘。小家伙，谢了，还真的是一把好剑呢。
长青兄，你还真的是让我大开眼界。前辈，木琴哥不知前辈身份，刚刚多有怠慢，还请前辈恕罪。别叫前辈了，你可以和称呼徐峰主一样叫我一声道友就好。长青道友。木青哥亦认真点头，他心中已有猜测，李长青恐非武者，更像是画师，大概率是画圣级别的强者，莫非是隐世大能。徐峰主，这金丝琳琅兽你回到山谷地时帮我带给恒胜吧，有他守着恒胜，恒胜的安全至少有保障。啊，我不建议这么做。武者修行本就半仙，依赖他恐难有成就，或等踏入先天境界，再让这兽伴其左右倒可行。也是啊，有了这东西，那小家伙该不好好学习了。那我就先养着这东西吧。徐道友，你我联手都抓不住的金丝琳琅兽，在长青道友手中却乖巧如狗，着实打击人。我平日少出于王谷，今日才算真见识到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。秦歌仙子，不过也多亏长青兄抓住了这金丝琳琅兽，说不定会有3生花的消息。对啊，你这小东西没想到还会飞，那我给你取个名字叫你阿飞好不好？阿飞，带我们去你老窝。这金丝琳琅兽化魂技再次出现，想必这儿该有它的画作，说不定还有别的东西。我是这个意思，在这南山之中存在着某个秘境也是有可能的。秘境吗？倘若是真的存在一处秘境的话，那搞不好真的是坏心所留。秘境，阿飞带路，我们跟着他。长青前辈，长青前辈，你不飞了吗？我的剑可以借你。你这臭小子，平日你宝贝剑连我碰一下都要抢回去，现在倒主动送人用。还有长青道友，要是飞了，我们几个跟得上吗？木青哥狠狠白了殷昌黎一眼，只觉这徒弟怕是留不住了。李长青施着雪雨禅风诀，身轻如玉走在最前，闻言只回头笑了笑。小家伙，你的剑是一把好剑，好好留着。我觉得你将来是有希望成为剑仙的。真的吗？怎么听都知道是客套话吧。众人跟着金丝琳琅兽往南跑了2炷香，才隐约望见前方峡谷，一条长河正从中穿流而过，河水湍急。谁知这时金丝琳琅兽进一步扎进河里，莫非入口在河流中？进去看看就知道了。河这么急，自己跳进去不淹死也得被冲走吧？这怎么办？这时候说不会游泳也太丢人了。李长青正琢磨怎么办，就听殷昌黎急切开口：“师尊，我不会游泳。”好小子！李长青忍不住看了一眼殷昌黎，怀疑殷昌黎才是亲儿子。无妨，定。徐木海挥转，掌印顺压，喝水定，掌印下大河顺定，还打出深坑通河底，河水皆平。此等手段让殷昌黎大震。道山谷地的五绝传果然名不虚传。我们尽快进去，怕是撑不了多久。走！几人连忙踏入深坑，李长青一咬牙跳下，他惊觉河深50-60米，常人跳下必摔死。见头顶河水定格，李长青心头发紧，怕徐木海五绝传撑不住坍塌，将自己卷死。众人落河底，黑漆漆的河底竟有假山，山上有黑洞口，金丝琳琅兽正候着，见人来便先钻进去。小心一些！李长青见此景象大惊，这里有深不见底的巨大洞穴，眼前便有2足球场大，洞顶嵌着发光石，照亮洞穴。更奇的是，虽在河底却无水，地面满是残兵宝甲，刀枪剑戟散落，周围堆着烂木架，4层被翻乱。这里的确是有人隐居。师尊，这里好像是宝库一样啊，有不少的神兵宝甲，但是可惜的是怎么都烂掉了。因为时间太久了，很少有什么神兵利器能保持这么多年不朽的。看来有人嫌我们之前就来了，还在这里乱翻了一阵。徐木海走上前，见不远处地面躺着几张残破画卷，画卷灵气尽失，隐约画着几只灵兽。这画中的几只灵兽应该就是守护在这里的。来人翻动这里，然后和化魂大战了一场，最终离开。那看来那金丝琳琅兽就是唯一幸存下来的化魂了。木青哥想上前看看，刚走2步踩到东西，低头一看是颗红色珠子。这是赤水石，赤水石唯有在云荒之中才有，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徐木海闻言走来，看着红珠似有所思，急忙看地面。你在找什么？就是这个。徐木海走上前几步，捡起来一个已经生了锈的铁盒子，在那铁盒子中缺失了一个方方正正的东西。这是什么？东西被阴石楼严东辰取走，他带走岐山令，斩杀数只化魂，后遭金丝琳琅兽打伤，无奈离开。岐山令出现了。徐木海点头，瞥了下不远处的李长青，见其专注看殿内之物，毫不在意他们谈话。徐木海满心不解，李长青把岐山令给退凡境的李恒胜本就不合理，简直是找死。贵族怎会罢休？他究竟何意？岐山令的事情以后再详细跟你说，我倒是对这个洞穴主人的身份来了兴趣了。徐木海看向洞穴深处，这时金丝琳琅兽朝几人叫了声，像是要引他们向内走。走，进去看看。越往里走，身后的殷昌黎忽然喊道：“有草木香。”草木香。徐木海嗅了嗅，但是什么都没有闻到。看来里面该有草药。我徒儿是玄木之体，对草药天生敏感，能嗅到。徐道友怕是还闻不到。玄木之体，天生的炼丹宗师啊！你们一王谷又要出一个了不起的小辈了。但愿吧。随着众人深入，就连徐木海等人也都嗅到了浓郁的药香。
天青草的味道，还有这是血魂香，如此浓郁的气血味道，莫非是血玉莲不成？木青哥嗅到多种气味后激动不已，这些皆是珍贵天材地宝，一王谷中都不多见，且年份不短。此时眼前出现巨大池塘，池水泛乳白，塘中开着妖艳雪莲花，不远处有片泛青光的药田，偌大药田仅几株药草挺立，其余皆是枯萎不远处有片泛青光的药田，偌大药田仅几株药草挺立，其余皆是枯萎已久的草药。可惜这领土肥力充沛，本可滋养万千灵池，奈何时光流逝，残存的天材地宝未免枯萎，竟吸尽周遭宝草的养分，如今只余下这点了。有留下就不错了，这里有这么多的血玉莲还活着呢，这也是好东西。木青哥本想伸手采药材，手刚伸出却顿在半空，似想起什么，又缩了回去。长青道友，我等能到这里全因您，这里的宝物理应属您，是小女子僭越了。无妨，秦歌仙子可随意采摘此地之物，送你亦无不可。只是我儿待要修炼，缺些灵药，还望医王谷赐些丹药，如何？自然，这是肯定的。李长青因看不懂此处灵药而兴致索然，侧目远观时，见一截碗口粗、半埋地下的原木，纹路漂亮且泛绿光，在他眼中还带着生命之息。那是什么？李长青上前一步，周遭景色骤变，世界暗淡，徐慕海、殷昌黎、木青哥乃至阿飞皆消失，洞穴一切无踪，恍若入了神魂。他不免紧张，出了何事？一声巨响吓了李长青，抬头见苍穹有横跨诸天的大河，河上现或熟或生的身影，每滴河水凝无数片段似电影。他吃惊不已，这是时光长河。他发现长河中站着一道身影，身材矮小，面容被时光遮蔽，唯有一双猩红眼睛如饿狼般看着他。随后身影竟转身消失了。李长青置身冰雪之中，久久未能回神。长青兄，你在看什么？李长青这才回过神，眼前那一幕风雪已经消失。看那根木头。木头。徐慕海顺势看到土里的木头，只觉没什么特别。李长青走到原木旁，细看其纹路，虽不认识，却知是块好木头。出来！李长青轻喝，再度施展擒龙手，龙魂似横空，龙气扫八方，他如人形神龙，龙爪一抓，将木头从泥土中硬生生拔出。长生木，这是长生木。传说中长生木乃是长生古树的一部分，长生古树也是只存在于传说中的东西，没想到又在这里出现了。李长青感受着这长生木，觉得这一定是非常好的木料。奇怪了，那金丝琳琅兽呢？先不要管它了，可惜了。若是这上面带上那么一片长生叶就好了。小家伙，我送你个好东西。爸，前辈要送我东西。长青道友不用如此客气的。小家伙，你可要发达了。不许叫我小家伙，我的名字叫殷昌黎。你还真是双标。刚刚长青兄那么叫你，你都没说什么，我叫就不行。长青前辈可以。殷昌黎有些小傲娇的说着。那你稍等一会。李长青说罢，便坐在长生木旁，从怀中翻出各式刀具。李长青见几人眼神，便咳嗽一声开口：我作为一个木雕师，随身带着6、7、8把刀，也是很合理的吧？木雕师，长青道友不是画师。长青兄非画师，乃木雕师，这是他自己走出的大道，虽与画师类似，其木雕却比画作更有冲击力。此时李长青动手取来一截长生木，以各式工具飞快雕刻，看得众人眼花缭乱。不知过了多久，一把木剑在李长青手中成型。去吧！李长青一松手，剑便凌空立住，这木剑微微颤抖，仿佛不舍离开。去吧，你的主人是那个小家伙，我不会剑术，我不适合你。说道。李长青手指一弹，木剑飞至殷昌黎前，殷昌黎退2步，目光含敬畏与渴望。这就是木雕？木青哥惊愕失语，此等宝物令人惊叹。小家伙，借剑！此剑名轩辕，适配你玄木之体，3000大道殊途同归，望你悟几路，即为一仙，亦成剑仙。李长青绞尽脑汁地想着以前看的网络小说中的词汇，乱七八糟地说了一通。多谢长青前辈，此恩情，殷昌黎铭记3生。未来是你们的，犬子或参与年轻群雄逐鹿，望结善缘。若他有难，还盼你这位未来剑仙相助。长青前辈放心，若是将来真的遇到令公子有麻烦，我殷昌黎赴汤蹈火。好。殷昌黎望着半空中漂浮的轩辕剑，缓缓伸手握住剑柄，刹那间，他全身如遭电流，既感应到浩瀚苍穹。此剑虽非武器，但若能参悟，他深知自己必能有所成就。多谢长青道友了。此时，不远处传来金丝琳琅兽的声音，几人回头，见他从洞穴最深处走出，口中还叼着一幅画卷。画作。徐慕海见状激动，果然还有宝物。金丝琳琅兽跑到李长青身旁，放下画作，眼巴巴望着他。李长青拿起画卷，打开一看，画中丛林里趴着只熟睡的金丝琳琅兽，逼真的让他误以为藏着一方世界。不仅视觉上身临其境，还似有一股香气，微风拂面，兽儿呼吸匀称，若将苏醒。此画令李长青惊叹，徐慕海与木青哥更觉远超以往所见。如此神作，他真的是画仙所作。这画中是你吧？我能感觉到画中灵气已所剩无几，若没了灵气，你这画魂也就没了。金丝琳琅兽委屈地叫了一声。无妨，等跟我回长亭镇上，我给你重塑个身躯。听完这话，
金丝琳琅兽回头对着洞穴的尽头叫了几声，里面还有好东西，反正来都来了，就进去看看吧，不然错过了宝物，岂不是暴殄天物？众人皆觉有理，继续前行时，众人抵达洞穴尽头，目光皆被中央石台上的事物吸引，那里坐画着一具森森白骨。这难道就是华仙前辈？师尊，他的手里是画卷，骷髅掌中紧握着一幅画卷，画卷透着古朴气息，隔远亦能感受到其上时光流淌的痕迹。华仙前辈遗留下来的古画。徐慕海与木琴哥呼吸都沉重起来，此乃能引发宗门厮杀的珍宝物。二人对视，眼中揭露警惕。即便一王谷与道山谷地是名门，关系尚可，但华仙古画前谁能无私心？长青道友，我还是那句话，既然这里是你带我们来的，那你比较有处置权。长青兄，你决定吧。徐慕海此时也清醒起来，身边还有一个李长青呢。我对这东西没什么兴趣，你们两个可以将那个画作拿过来，打开看看，谁需要谁就拿走吧。李长青淡淡的说着，他的确是不需要这个东西。徐慕海和木琴哥听闻后又惊又喜，相视一眼便向尸骸走去。或许真的是顾寒溪前辈。倘若真的是他，那这画作真的就是华仙遗留了，没准这画作是一幅画宝也说不定。能让华仙前辈临死都抓在手中的，肯定是绝世珍宝。我已经迫不及待的想打开看看了。徐慕海急忙展开画卷，想观旷世之作。和画卷打开的瞬间，李长青脸色骤变，强烈的危机感涌上心头。徐慕海急忙展开画卷，想观旷世之作，可画卷脸色骤变，强烈的危机感涌上心头。这是他来到苍元界后首次遭遇如此巨大的危机，危险！李长青惊呼一声，徐慕海已展开画卷，画中无他物，唯有一双猩红如凝血的眼睛，似能遮蔽天地，染红万物。刹那间，风云色变，洞穴暗淡，无边气势瞬间淹没徐慕海与木琴哥，而远在一旁的殷昌黎与李长青也被这弥漫全洞府的鬼气吞没。这就是鬼族的气息。李长青现在无边鬼气里，周遭空间扭曲，一道红光而降。他抬头借气飞裂，细看却是两只猩红眼睛，随即灭起鬼气飞晕，自拍一道巨大裂缝，诡异悬于神佛琥珀之上，还释放惊人吸力，他似要被吸入其中。哼！李长青怒哼一声，声如洪钟，他稳如磐石，岿然不动，任凭狂风大作也屹立如山。画中释放的力量虽强，却未到他无法抗衡的地步。那是李长青透过裂缝看去，见其中藏着一个小世界，隐约可见鬼气之下有一座巨大寺院。徐峰主，还有秦歌仙子和那小家伙都在那里。李长青见寺庙前方，三人如行尸走肉般朝寺庙走去。那到底是什么地方？为何会被封印在这古画中？李长青觉有大秘密，看徐慕海三人如无意识的僵硬行尸，朝破败古寺走去。夜空无月，唯血眼悬空窥天。三人空洞走上前，古寺门缓开，嘎吱声在静默中格外刺耳。那到底是什么地方？李长青一步踏出，至裂缝近前俯瞰，三人入古寺瞬间，眼神渐清明，耳畔响起鬼哭神嚎，宛若堕入地狱。我们怎么了？殷昌黎吓了一跳，迷茫环顾四周，只见断壁残垣，阴森无比，院中无半分活人气息，似已荒废多年。这里是一声闷响，他们身后古朴大门猛地关闭，沉重声响似将他们的生机封锁。不好！徐慕海骤变脸色，木琴哥刚要发问，也瞬间变色。二人皆觉体内真元被镇压，如陷泥沼，难动分毫，竟无法施展出半点修为。我们的修为被压制了。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，竟然能压制我们的修为？木琴哥突然看向四周。对了，长青道友哪里去了？对呀，李长青呢？刚他与殷昌黎临近，殷昌黎既已进来，他本应同来，怎不见踪影？长青前辈是不是没进来？若是长青兄没有进来，那就更好了，他会想办法救我们的。我们还是先到里面去看看。在这里站着，我有一种不好的感觉。我也一样，总感觉像是有什么人在看着我们。木琴哥往前走了几步，下意识地回头看了一眼。寒沙古寺，真的是寒沙古寺。师尊，寒沙古寺是什么地方？寒沙古寺乃是苍元界曾经最强大的佛门。佛门那是什么？他们信奉佛，自画卷悟佛经，功法神奇，尤克鬼族。多年前，寒沙古寺为首，苍元界数十佛寺曾与鬼族起旷世之战。徐慕海继续说道：那一战鬼族惨胜，人族宗门联合将其逼入云荒，佛门却几乎灭绝。战后寒沙古寺在苍元界消失，至今已近1000年，如今竟被封印在画卷里，着实匪夷所思。我们被人算计了，那幅画本是算计我们的，一打开便被传至此地。虽不知其目的，但若想不出办法，尽快出去，恐难有退路。徒儿，跟紧我。好，既然这里走不出去，我们只能找其他的路出去了。三人小心翼翼朝前方走去，寒沙古寺寂静至极，只剩风声。寺外虽鬼气冲天，却只在外游荡，未渗入寺内。想必寺内仍有令鬼气忌惮之物。师尊，这里好吓人啊！有什么好怕的？这里什么都没有，就你这个胆子，还想做剑仙呢？谁说我怕了？龙佛殿。三人来到大殿前，殿上牌匾虽落地，仍能看清3字。迈入殿内，只见此处荒废已久，供桌打翻，柱子断了一根，显然曾经历惨烈战斗。
那便是佛。殷昌黎见前方巨大雕像是尊佛陀，却无头颅，似被斩去，这般无头模样显得格外阴森恐怖。师尊，这是画宝吗？殷昌黎上前，见地上散落几张画卷，却已破烂不堪，看不清内容，且失了灵性，沦为废纸。当初寒沙古寺曾有何等惨烈的战斗？这里有字。徐慕海走到佛像前，发现佛像身上有黑色字，不细看难察觉，字原是鲜血所写，因时间久变成黑色，但字迹仍清晰。不要入万佛殿。见此6字，三人心中咯噔。万佛殿应该也是这寒沙古寺中的一个大殿，他们本寻出口，可这行字却让他们毛骨悚然。万佛殿中有活物，竟警告他们勿入。长青兄不在此，不知他安危，我们得尽快离开寒沙古寺。我对这里感觉极差。走。徐慕海紧随其后，几人绕过龙佛殿，往偌大的寒沙古寺深处走。越走越觉惊心动魄，走上一段阶梯后，眼前景象令他们震惊。此处更惨烈，遍地骷髅白骨，不知死去多少年，入目至少上百具。嘻嘻嘻！就在几个人震惊于这里场景的时候，一个声音竟然响彻在三人的脑海：谁？师尊，刚刚是谁在叫啊？我们千万要小心一些。几人急着离开这片尸骸区，谁知刚走10几步，殷昌黎突然炸毛大喊：怎么了？你鬼叫什么？师尊！殷昌黎脸色煞白，双腿发颤，眼神直往下飘。徐慕海和木琴哥低头一看，也吓了一跳。殷昌黎脚踝竟被一只白骨甩抓住，正是地面上的尸骸。滚开！徐慕海一脚踢飞骸骨，周围腐化多年的骸骨却纷纷爬起，有的握残破大剑，数百具将三人围住。三人倒吸凉气，他们修为尽失，毫无反抗力。跑！三人直奔尸骸叫少处跑去，那些尸骸竟提剑拿刀追来，虽为骸骨，跑起来却一点不慢。有鬼啊！这些尸骸是被外面这些鬼气影响的，若是被他们追上的话，我们会被砍成肉泥的。三人刚绕开院子，前方仍有大量尸骸，被尸骸空洞盯着似要生吞，只能转向另处。他们七拐八绕过甬道，爬阶梯，身后尸骸却越追越多，达500余具。师尊，快跑不动了！想活命就继续跑。真元调动不了，单靠肉身逃命颇难。此时风似静止，世界竟一片安静，氛围格外诡异。身后众多尸骸追到此处，如尸潮般乌泱乌泱，令人头皮发麻。师尊，他们就快要追上来了。前面有个大殿，门窗都算完整，我们进去先躲一躲吧。还真的有。徐慕海见前方有座叫完整大殿，殿上牌匾万佛殿。徐慕海见前方有座叫完整大殿，殿上牌匾万佛殿3字，让他们当然的希望骤灭。此刻两难，不进，身后尸骸会分尸他们；进，殿内恐有更恐怖之物，让他们万劫不复。师尊，进不进啊？徒儿，为师先进去看看，若是没有事情的话，我再叫你们前来。爸，可是里面若是有危险，你不是徐道友？若是我出了事情，还烦请徐道友带我徒儿找机会跑出去，将我徒儿送回到一王谷，可好？我徐慕海虽非英雄，怎会让女人冒险？传出去太丢人。你们在这等着，我进去探查。若我不幸，还请仙子告知到山谷地。徐道友，你我虽都被压制修为，但我一王谷本是一门，退凡境时，我们的肉身功法本不及你们正宗道门。我戴昌黎毫无离开的机会，你却还有机会。趁着徐慕海犹豫的时候，木琴哥直接踏出，奔着万佛殿走去。师尊，我跟你一起去。可是还没等走出去，就被徐慕海给抓住了手臂。你别拉我，理解你师尊的一片苦心吧。若是待会秦歌仙子真的出事了，我拼了命也会将你送出去的。师尊，木琴哥来到万佛殿门口，踏入殿内便没了动静，等待如等死般煎熬。徐慕海已备好放手一搏。就在此时，万佛殿中传来了木琴哥的声音：进来吧，里面没事。太好了，没事。徐慕海松了口气，想拉殷昌黎赶紧躲进去，可他刚上前一步，就被殷昌黎硬拉住了手臂。怎么了？还不快点进去的话，那些尸骸就要追上来了。我们先躲进去，然后再想办法离开。那不是我师尊的声音。什么？徐慕海听后，心中也咯噔一声。他听着却是木琴哥的声音，可他与木琴哥不过初遇，哪比得上殷昌黎这师徒二人？你没听错，不是师尊的声音。师尊，殷昌黎哽咽起来。在他看来，木琴哥已经遇害了。我们走。你们要去哪里呀？外面那么危险，快进来啊！闭嘴，不许你用我师尊的声音说话。嘻嘻，一声嬉笑让徐慕海、殷昌黎浑身哆嗦，这声音竟与之前一致。难道万佛殿是镇压那东西的地方？难怪会有不要入万佛殿的警告。抓紧我们杀出去。嘻嘻，想走还走得了吗？我费好大的劲找你们进来，不会让你们跑掉的。说罢，从万佛殿中竟飞出2只血红色鬼爪，奔徐慕海和殷昌黎抓去。滚！徐慕海是使出劈鬼爪，石柱横碎，鬼爪仍抓起脖子提起，另一鬼爪袭殷昌黎，他无力反抗，危急时，殷昌黎背上是被红的尸体飞尸，散出威势，鬼爪抓剑冒浓烟，木剑颤着抗衡青石。什么东西？声音急速，鬼爪碰到轩辕木剑后缩回，爪上竟流了血，血肉模糊的样子更显狰狞。轩辕剑，他没想到李长青给的轩辕剑竟然有如此的威力，
但是此时那轩辕剑也是吧嗒一声掉在了地上，轩辕剑上更是留下了一个鬼爪的印记。殷昌黎赶紧捡起来，看着木剑上留下来的印记，明白轩辕剑虽然挡住了这鬼爪，可是也遭到了侵蚀。这让殷昌黎稍微安心了一些，但是他也清楚，虽然轩辕剑在恢复，他实在无法承受再来一次的攻击了。徐前辈，小家伙，你的宝物还真的挺厉害的，但是不知道能承受我几次的攻击。下一刻，万佛殿飘出个6、7岁男童身影，他一身血衣，双目赤红如双月。诡异的是，生如女童，殷昌黎仅看一眼便毛骨悚然，被他盯着更是双腿发软。我叫殷昌黎，不叫小家伙。另一身影飞出，这男童身躯中延展，鬼爪正抓着木琴哥，他拼命挣扎，却无法挣脱。师尊，你还活着？昌黎，徐道友。木琴哥没想到万佛殿竟镇压着恐怖存在，男童控尸骸解开殿门封印脱困，从那幅画甚至岐山令起，全是阴谋。徐慕海自身难保，而男童实力极强，他即便恢复修为也不敌。本来压制了你们的修为，我以为会很简单，没想到就这样，还是费了我一番手续。殷昌黎来不及逃，直接就被抓住了脖子，3个人被这男童身后延展出来的手给抓在其中，场面尤为诡异。本来是4个人的，但是为何只有3个？他的目光扫过整个寒沙古寺，似乎都没有找到第4个人。罢了，就你们3个吧，看样子也是有身份的人，正好符合我的选择标准。说着，男童表情狰狞，五官扭曲，脸似扭到天际，神情极痛，喉间发出啊声，看得3人震惊不已。他究竟有何目的？更让3人震撼的是，男童口中竟伸出只肉乎乎的青色婴儿手，接着一颗小脑袋硬挤出来，竟是通体青色的婴儿，双眼煞白无眼珠，分明是个鬼童，是鬼灵一族。鬼族有诸多分支，其中鬼灵族曾是奇异种族，能夺人魂魄，靠激素宿主生存，因伤天和，多年前被人及其他种族强者联手灭族。这鬼童便是鬼灵，刚从男童体内爬出一个，又接连爬出第2个、第3个。3个鬼童爬出后，男童气喘吁吁，面部竟变得苍老，成了童身老头，模样极吓人。去吧，我的宝贝们！而那3只鬼童也是咿咿呀呀的叫了2声，然后顺着鬼爪那长长的手，不好，他们想要寄生我吗？一旦被寄生，他们灵魂会死去，肉身将被这3个鬼童占据，后续恐是难料。3人看着鬼童爬来，却束手无策，只能静待死亡。好极了，好好的吃个饱吧，孩子们，然后就离开这里，到你们该去的地方去。我的长生教众们应该已经在等着你们了。正当3个人准备等死的时候，那鬼童却是突然间抬起头，表情顿时有所变色。妖孽！只见李长青脚踏长生木凌空飞来。长青前辈，李长青本不会飞，靠的是强大神魂驾驭物品，踩在其上才能飞，就算踩坨狗屎，说不定都能飞起来。第4个人，长青兄，快救我们！长青兄，快救我们！鬼童身后右飞巨臂抓向李长青，李长青随手挥出木雕，木雕飞出几道金光，我一揣出，嗡妈的被咪蒙，此乃木雕佛像所发佛家真言，佛光瞬间膨胀如巨人，我因镇压而下，飞来之鬼爪顷刻间灰飞烟灭。佛，他祭佛，见大佛镇压，真言相伴更难受，鬼爪压靠佛光破灭。徐慕海、木琴哥衰落，鬼童处佛光哀嚎，神黑烟，皮肤溃烂，声音死。李长青木雕强光四射，男童痛，目光满是忌惮与怨怼。不可能，我早已消失，你到底是谁？我是谁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休想害人。将那男童给镇压到几乎要跪下来，但是他的实力毋庸置疑的强，尽管是被佛光压制，但依然是没有像是那几个鬼童一样被佛光直接消灭。长青道友，多谢救命之恩。长青兄，你又救长青道友，多谢救命之恩。长青兄，你又救了我一次。长青前辈，我以为我要死了，你给我记住。虽然没能寄生他们几个人，但是这件事也没有完，以后我们自然还会有打交道的时候。说罢，男童恶狠狠地看了一眼头顶上那佛光乍现的木雕佛，旋即转身就飞入到了万佛殿中。砰的一声，万佛殿的大门也是紧闭上了。李长青松了口气，收回空中佛陀木雕，木雕变回普通模样。此雕是他刚刻的，阴之鬼祭佛，是雕佛像镇压，效果意外的好。为杀掉万佛殿神秘男童，他却不打算进殿，怕有埋伏，更怕出事没人养儿子。你们没事吧？长青前辈那边地面震动，众多尸骸再度冲来，携带惊人杀意，似要撕碎李长青几人。哼，定！话音落，尸骸全定格，保持冲姿，似被无形丝线绑住。在场几人倒吸凉气，徐慕海更难以置信到失语，这是他们道山谷地的五绝传。震！佛音过，万鬼击灭。李长青抬掌照木雕佛界飞天，佛光直逼空中血魂爆红光靠，2眼靠，最终木雕染血，血臀崩溃，世界陷去了。王子怪了，几人都是烈火10万斤。走，那人相视一眼，直接钻入烈火中，消失不见。与此同时，那天空的佛陀也是从天空跌落，但却是轰的一声镇压到了那万佛殿的门前。嘻嘻嘻嘻，你们真的跑掉了吗？我长生教。那声音又恢复了女童之音，只是听起来却更为瘆人。不觉之中，五化掉在地上，自己竟然燃烧起来。徐慕海3个人瘫坐在地上，感受着劫后余生的感觉。
我已经不记得自己多少年没有体会过这种生死不由自己的感觉了。没事吧？再次感谢长生道友的搭救之恩，还希望长生道友一定要来一王谷做客，让小女子尽一下地主之谊。好说。那长青道友什么时候来？木琴哥问完自己先愣了。一王谷情歌仙子平日追求者众多，能从道山谷地排到云荒，无数人提亲皆被拒，如今竟主动邀客，还追问何时来，这不对劲。那是什么？是情歌仙子原来就有的吗？什么？这一照不要紧，木琴哥脸色骤变，见玉颈上竟多了个奇怪印记，那印记像婴儿小爪，且与之前遇到的鬼童爪印一模一样。徐道友，你的脖子上也有？我也有。不会吧？我有吗？果不其然，在殷昌黎的脖子上同样是有一个小小的鬼爪印记。看到李长青点头，殷昌黎的脸色也变了。我有吗？但是几个人看到李长青的脖子上什么都没有，都摇了摇头。这到底是什么东西？情歌仙子，你看的。李长青也是看向木琴哥，木琴哥的脸色此时依然是有些苍白。这是鬼怨咒。鬼怨咒。唯有李长青一脸平静的等着两人科普，但是两人半晌都没有说话。师尊，什么是鬼怨咒？会死人吗？对于殷昌黎这个僚机，李长青表示很满意。鬼怨咒源自鬼族，是鬼灵一族的秘法，是以自身生命力为代价的诅咒。中咒者体内藏特殊鬼气，鬼气爆发时让人痛不欲生。昔日鬼灵用它控人，如今我们中咒，必有人能控制鬼气折磨我们。没有让鬼童替代我们，就用了鬼怨咒吗？看来这些人是有大的阴谋。还记得那个万佛殿中的男童说过的一句话吗？他提到了一个名字，那就是长生教。从未听过。师尊，这个鬼怨咒到底要怎么治啊？还不知道，须回宗门问我爹。我虽知是鬼怨咒，可它已失传多年，一王谷亦无记载，故不知如何解除。见师尊也不知，殷昌黎欲哭无泪，担忧见仙路未起就夭折。正说着，徐慕海忽觉不适，皱眉间，顶间小手蔓延，非鬼气不散。徐峰主，徐慕海冷汗直流，双目赤红，血丝崩裂，浑身颤抖，喉咙里发出痛苦低吼。他本是强者，意志力远超常人，却骤然崩溃。徐峰主，这是帮徐慕海止痛的招式，可银针刺入其穴位后，他的症状却无丝毫减轻。徐慕海忽如疯魔般爬起，撞向远处石壁，一声闷响，他撞得头破血流，鬼气缠身的模样显示痛苦至极。我的妈呀！殷昌黎暗忧，这般痛苦，若自己也如此该如何？眼看徐慕海又要撞墙，李长青怕他撞死，当即施展出定身术，将他硬生生定格。你们看着他。李长青丢下这话，身后长生木飞来，他取工具雕刻。一刻钟后，李长青手中多出尊木雕佛陀，持禅杖，坐下有众人未见的灵兽。刹那间，徐慕海身上鬼气如潮退去，瘫倒在地，死前痛苦耗尽意志，此刻虽无痛，却虚脱得久久难言。看来有用。李长青雕刻的是小小的地藏王菩萨木雕，将其挂在徐慕海脖子上，才镇压住鬼气。长青前辈，我也想要。此番别说殷昌黎，连木琴哥都满眼期待望着李长青。方才徐慕海的痛苦模样，他们皆看在眼里。若此事落在自己身上，他们根本扛不住。好的。故在殷昌黎、木琴哥未遭此苦前，李长青打算先给二人雕刻，好待刻完两尊地藏王菩萨前，二人咒未发作，穿线挂于颈间，二人才安心。长青道友不知如何谢你，多次蒙你相救，此次又赠宝物护身，日后若需一王谷相助，只管捎信，我等必应。也没什么，日后我李恒胜若遇麻烦，望一王谷出手相助，若遭强敌重伤，还望全力施救保其性命。这玄幻世界从非一帆风顺，李长青深谙此理，人皆有受伤时，故需拉拢一王谷这一门正宗。有这样的爹，令公子真是幸福，看来尊夫人也一定很省心。我没有夫人。没有，敢问尊夫人？木青哥此时想要知道，李长青是和夫人离开了，还是夫人去世了？我传到这世界后，从没见过夫人，也没她半点消息。没夫人，恒胜从哪来？有夫人，她又在哪？是分开了，还是不在了？不在了倒罢了，若是分开，日后相遇不认得，岂不难堪？还容易戳穿身份，可怎么办？长青道友，不好意思，是我问了不该问的了。没关系，我们先离开这里吧。奇怪了，阿飞呢？从出来就没有见到阿飞。之前李长青几个人光注意鬼怨咒的事情了，也没有注意金丝琳琅兽身躯上的光芒已经暗淡了，看样子若是没有人帮他一把，用不了几个月，他就要失去所有的灵气，消失了。阿飞，你拖着徐慕海，我们准备走了。等我回去以后，我帮你重塑身躯。阿飞走上前去，将昏迷中的徐慕海给放到自己后背上，然后带着几个人从另外一个方向离开了洞穴。情歌仙子，我就先带徐峰主回去了。好，等回去之后，若是找到了解开鬼怨咒的方法，我会来到山谷地找徐峰主的。木琴哥说是这么说，但是更想的是来这边以后去看看李长青。好，木雕之事，若是可以的话，还请情歌仙子不要宣扬出去。长青道友放心，尤其是殷昌黎手中那轩辕剑，若是暴露了，
说不定会引起很多人的觊觎，给一王谷带来麻烦。走了，秦德仙子，后会有期。李长青飞到高处，自然就知道长亭镇大概的方位了。木琴哥远远地看着李长青离开的身影，许久都没有说话。师尊，别看了，已经走远了。好打。地底洞穴内有座巨大祭坛，坛上鲜血横流未干，坛前立着位黑袍人，身材矮小，面容难辨，透着阴森气。其前几道身影单膝跪地，似听候差遣。大人计划虽办，鬼怨咒却已种下，我长生交当行动。尔等寻被中咒者，明我教态度，若反抗，便让其生不如死。是。大人的计划就要开始实施了，整个苍原界也即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。等待大人归来的那天，一切都将会改写。大人无敌。从南山山脉归来，因为是骑着阿飞回来的，所以仅仅是用了1个时辰的时间，就到了长亭镇外面。长青兄，我已经好多了，我们还是走进去吧，以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。好，所以就在城外找了一个隐秘的地方，让阿飞降落下来。回来，金丝琳琅兽直接就飞入到回来，金丝琳琅兽直接就飞入到画卷中，然后没入其中，变成了一幅画。我扶着你。不用，我现在能走，没有问题，仅仅是有些虚脱罢了。之前被鬼怨咒给折磨的不仅仅是精神，还有身体，好在经过休息，已能正常走路。后随李长青入长亭镇，返回燕家。木海峰主、大供奉，你们回来了。南山的事情已经解决了，徐峰主也是一路舟车劳顿，很辛苦了，给我们安排个地方休息吧。是。大供奉，外面传来年轻人的声音。李长青出门，见院门口是燕寒州，身后的燕家奴仆抬着木料，这是李长青吩咐燕伯涛寻找的。有劳了，放在院子里就好了。是。不要着急。雕刻金丝琳琅兽不如其他雕刻随意快速，因其体积大，李长青也需费功夫。但即便如此，他努力2天后，第3天活灵活现的金丝琳琅兽木雕便出现在醒院。阿飞大叫一声，仔仔细细看着眼前的木雕，眼神满是不可思议。试试看。金丝琳琅兽起身绕木雕，感知其不凡与江河般浩瀚凌厉，刹那间肉身崩碎化光力入木雕，木雕被金光笼罩，最终气息如真空，有神容万物、天狗合一之感。好了就好，不过你这个样子太招摇了，跟在我身边肯定会有麻烦。哪里？你还有这技能呢？长青兄，徐峰主请进。看来徐峰主你已经恢复过来了。徐慕海走近，瞥了眼李长青身边的阿飞，没说话。他未察觉阿飞气息，误以为是对方养的小土狗。还要感谢长青兄送的宝物。徐峰主客气了，但是我的地藏王菩萨也只能镇压鬼气，却是没有办法消除掉你的鬼怨咒。想要解开鬼怨咒，还需要你自己去想办法才行。等回道山谷地之后，我去找宗主商量商量，他或许能有办法也说不定。徐峰主这是准备回去了？是啊，出来也好多天了。本来是想来问问长青兄关于我收徒李恒胜的意见的，却是没想到意外遇到这么多事情。以后犬子就拜托徐峰主了。长青兄，你我也算是生死之交了，你更是救我性命。你放心，李恒胜在我这里肯定不会亏待的。这个东西，还希望徐峰主能帮我交给犬子。这东西，徐峰主就说是你送给他的就好了，不必要提及我。希望这个东西能帮到他才是。另外，犬子若是有什么需求的话，徐峰主也可以书信于我。放心吧，我一定带到。长青兄，告辞了，我们后会有期。修为至退凡境第5重，我可观画卷参悟炼体法门，若能参出强法门，日后入后天境便能超越普通同境界武者。伸了一个懒腰，李恒胜正准备出门去看看，毕竟已经好几天都没有出门了。谁是李恒胜？你知道李恒胜在哪吗？我就是。你就是？跟我来吧，师尊要见你，让我带你去木海峰。麻烦师兄了。师尊，我回来了。听见了，听见了，喊什么？恒胜，叫你来的目的你应该很清楚了。你可愿意做我徐木海的亲传弟子？居然是真的。弟子愿意，弟子拜见师尊。好，起来吧。既然是我徐木海的弟子，那以后在木海峰上就好好修炼。有什么不懂的事情，随时可以问我，或者是问你的师兄周军。以后恒胜有什么事情，你要多多帮帮他，知道吗？弟子谨记。好的，你先下去吧，恒胜留一下。徐木海此刻拿出来几种东西，其中有一个玉瓶，递给李恒胜说道：“里面是金玉丹，这是给你修炼用的。你的资质一般，但是这些金玉丹应该足够你修炼到退凡境9重。”金玉丹，李恒胜眼睛一亮，金玉丹珍贵，虽李长青此前寄过不少钱，但此丹一颗值上千两，他始终没舍得买。你现是退凡境4重，为物化境功法，暂未给你兵器。这块凝光星铁供你锻造兵器用，掺杂些许，兵器便无坚不摧。徐木海给李恒胜指甲盖大的凝光星铁，蜜银色铁块闪着星芒，颇为珍贵。这星铁有价无市，需万两黄金，非普通人能负担。还有这个东西，还有，这是我无意中得到的一件宝物，送给你。但是你要谨记一件事。师尊，请说。
里面的东西不管是什么，你都不要对外人说，这等宝物自己藏好，千万不要给外人看，明白了吗？弟子谨记。你突破退凡境5重后，可去浮屠阁参悟画作，望你能参悟强功法。资质差无妨，只要努力修炼，未来仍光明。然而徐慕海心中却是忍不住想到，资质差算什么？有你爹那样的强者铺路，资质不过浮云。但你得努力修炼，若修炼不佳，只能回家做你的强2代。师尊放心，弟子一定不会让师尊失望。稍后我会昭告道山谷地，你是我亲传弟子，此后外门、内门弟子见你，须称师兄。四师弟，我带你去看看你的府邸吧。那弟子先告退了。老四，你不介意我这么叫你吧？平日里大师兄和二师姐也是叫我老三的。无妨。师尊对你是真好啊！青羽山可是我们木海峰上条件最好的一座附属峰了。当初我想要，师尊说什么都不肯给我。啊，这个，嘿嘿，老四，没事，我懂。你明白什么？我自己都不明白呢。亲传弟子平日主要任务是修炼，身份在宗门有很大便利，尤其在9重战阁和万寿集，亲传有莫大优势。9重战阁和万寿集，我好像听说过。据说这2处地方是我们道山谷地的2处强大的秘境，可以用来检测自己的实力。说是秘境也不太准确，其实这2处地方应该说是2件画宝吧。画宝，道山谷地祖传画宝很厉害，助弟子提升实力，但进入好奇灵力。外门、内门弟子进入有次数限制，亲传虽也有限制，却次数更多，此为亲传特殊待遇。亲传亦需带头，老四你成亲传后恐有麻烦，挑战你的人定会不少。挑战我？挑战成功，亲传弟子对他们是莫大荣誉，还能获对应山峰奖赏。成为亲传弟子后半年内不许被挑战，半年后才会有麻烦。三师兄，你当初也被很多人挑战过？那倒是没有，不多，因为他们知道同境界里根本打不过我。毕竟你三师兄，我当初也是一个天才，名声在外的。哥不配位必会遇挫折，还好李恒胜还有半年时间。2人说着便到了青羽山，虽为附属峰，但风景甚好，这里灵气真好。整个道山谷地36峰，这青羽山都能排上前3，以后师兄我可是要经常来找你这里。